欢迎收看第1063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我们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玄学话题叫赤马红羊劫，不是节日的节啊，是劫难的劫，在劫难逃的劫。那什么是赤马红羊这个劫难呢？那我们知道昨天是立春啊，那过了立春呢，就已经从蛇年变成了马年。那很多中国人啊，连这个知识都是不清楚的啊。我们先普及一下啊。很多中国人以为呢，这个生肖切换是要在农历新年啊，大年初一的时候才会切换啊，认为那个是新的一年，对吧？但实际上，立春开始也是新的一年啊。这里有两个新的一年，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解释清楚怎么回事啊。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赤马和红羊。那么是这样马和羊呢都是中国的这个12生肖里面的，是吧？那我们知道呢，到了这个今年这个马年啊，是叫丙午年啊。那么明年呢，2027年啊，大概的这个范围内啊，就到了羊年了哈。那么那个羊年呢叫丁未年，也就是这2年，一个丙午年，然后丁未年。这个是对应中国这个天干地支的一个纪年法啊。那么天干地支呢，我们知道这个丙和丁啊都是天干啊，是吧？午和未都是地支啊。那么12地支对着12生肖是这么一个系统，对吧？那么午对的就是马嘛，大家小时候都背过啊，午马未羊，这么个意思。那10个天干呢，这个丙和丁啊都是按这个顺序来的。那么丙和丁呢，这个里面又纳入了中国传统的五行啊，丙和丁都是属火的啊，火呢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哎，所以这个丙午年啊，就是这个火马年啊，也就是红马年啊，就是这个赤马的来源。那么明年是这个丁未年啊，就是火羊年啊，红羊年。所以对应的是这个红羊，那么连着这2年就是赤马红羊，都是红的都是火非常的旺非常的容易出事儿，所以是这么一个劫难的由来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天干地支啊，10个天干配12个地支产生的这个组合去轮换啊，60年一甲子，60年轮换一回啊。那也就是说，上一个丙午年啊，因为上一个马年是12年前啊，但是上一个马年并不是丙午马年，对吧？它那个天干不是丙，对吧？那上一个完全对应的丙午马年呢，是60年前了也就是1966年。那么对应的上一个这个丁未啊，这个红羊年呢，也是60年前，就是1967年，对吧？好，接着给大家讲中国这2个年。中国这2个年呢，我们传统上说的这个农历这个大年初一过农历新年，迎来新的一年。那个农历年呢，那一套历法是以这个月亮运转为主体来测算。但是中国呢，除了这个历法，其实还有一个历叫节气历就我们说的这个这个节气是吧？因为对应着农耕嘛所以这个年呢是以太阳运行为主来测算的。那这个节气年的这一新的一年的开始就在立春这一天跟大年初一不一样，是在立春这一天，因为阳气开始涌动了由阴转阳了那么这个立春呢，你可以认为就开始了新的这个干支年也就是新的生肖年。所以昨天立春，那么我们已经进入马年了进入了这个赤马年丙午年。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这个中国人还有很多外国人全都搞不清楚因为有的外国人也很喜欢说自己是什么生肖嘛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片段这个
好莱坞的著名影星尼古拉斯凯奇就搞混了。That Chinese animality, like the year. I once thought that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because it was 64, but then I found out that the Chinese New Year actually begins in February, so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bunny. And I had this incredible identity crisis that I was no longer a dragon, I was a bunny, after I had a dragon tattooed on my back and I had a dragon. Wait a minute. You thought you wer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so you have a dragon tattooed on your back. I went for it. I'm going to embrace this because it was a really cool sign to Sure, have. yeah. And then they said, no, you're a bunny. So that was a very sad period in my life. OK 啊，尼古拉斯凯奇为什么刚开始觉得自己属龙呢？是因为啊，他的生日是1964年1月7日啊，因为这个外国人他们用的是这一套历法嘛，那他们基本跟中国这农历年是能对应上的啊，所以他们认为1964年就是龙年了啊，他们这么简单的去换算。那么实际上1964年的那一年的立春是2月4日啊，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对吧？生肖切换是要在立春那一天，那也就是说在2月4日之前还是兔年啊，2月4日之后才是进入龙年。那尼古拉斯凯奇是1月7日，所以他是属兔的。但是他刚才那个影片里啊，他还是说错了啊，因为他也以为是要到这个中国农历年的大年初一才进行生肖切换啊。那么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是2月13日，比立春晚啊。每一年的这个大年初一，有的时候在立春之前，有的时候在立春之后啊。那么那一年是在立春之后，所以我们假设尼古拉斯凯奇晚出生了1个月，就他是1964年，假设是2月7日出生的，那么他属龙还是属兔呢？啊，那他其实是属龙，他就真的属龙了，可以把龙纹在后背上了。但是按照他刚才这个影片里他以为是要这个大年初一之后，2月13日之后才是真正属龙的，其实不是，2月4日就切换了啊。这么用它当一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清楚了，对吧？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啊，赤马红羊节现在已经进入了啊，从现在开始，未来2年内都是这个赤马红羊节。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最早是北宋道教的这个虚境天师张继先，他呢在1126年啊，1126年就是赤马年啊，大概的啊，就是赤马年。那么那一年呢是这个金兵啊入侵这个北宋啊，在入侵之前他就做了预言，说有这么一个赤马红羊节。结果啊，金兵入侵了，紧接着次年就是这个红羊年的时候，就发生了靖康之耻啊，北宋就灭亡了啊，所以非常的准。那之后呢，到南宋的时候，一个学者叫柴望，他写了一本书啊，就叫这个《丙丁归鉴》。这本书呢，就把历史上的啊，因为60年一次嘛，这个赤马红羊节啊，他就把历史上的这些发生过的赤马红羊节就都总结下来啊，收录到这本书里了。当然，有的例子呢有一些牵强，我们不是说每60年就一定发生一场巨大的劫难啊。但是啊，也不得不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有这么几次啊，大家啊非常熟悉的大劫难，确实发生在这个赤马红羊节的时候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开始概念诞生之初的这个例子了啊，铁证。1126年啊，这个丙午马年，1127年是这个丁未羊年，北宋灭亡了啊。金兵呢，实际上是1126年开始围困这个汴京的，然后是在1127年，也就是说那一年的这个正月啊，就进入到这个羊年的正月啊，就攻陷了汴京，就把这个徽钦二帝就给俘虏走了，对不对？那么就象征着北宋就灭亡了，这是非常准的啊。那我们接着看啊，还有一个很准的例子，1366年啊到1367年那一个赤马红羊节的时候是元末大乱。1366年的时候，当时元朝中央已经失控了啊，朱元璋那时候已经控制应天了啊，就是现在南京啊。
那么张士诚那个时候割据在江浙啊，陈友谅也还在，你看就是一个四方混战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了6、7年，朱元璋已经开始北伐了啊，那么就刚才说的这各路势力元末的这个大乱就进入到一个终局对决。那当然了，真正的明朝建立不是发生在这2年啊，这2年之后的下一年1368年的时候，朱元璋称帝啊，那个元顺帝就北逃了，这时候明朝就建立了啊。这个对应的呢，不像北宋灭亡就是这么的精准，但也很精准，对吧？啊，好，我们再看啊，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历史上的例子啊，就刚才那本书啊，南宋的那个柴旺写那本书，对吧？他总结的很多例子里啊，我选了4个例子呢，都是在历史上啊重大变故之前的一个前奏，就是发生在赤马红阳节这2年内啊。你比如说公元前8年啊到公元前7年这个就是后来的王莽篡汉的一个前奏，因为那个时候王莽开始进入了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权力上升通道。那到公元1年的时候，实际上王莽也实际掌权了，然后到公元9年他就称帝了啊，篡汉。所以你可以认为当时的这个赤马红阳节呢是一个前奏啊。好，再举个例子。公元286年到287年那个赤马红阳节呢，是西晋八王之乱的前奏啊，因为在后面，当时已经是暗潮涌动了啊。那么后面再过了4年，291年就发生了杨俊被杀的事情，那就开始了八王之乱了啊。八王之乱291年一直乱到306年。还有呢，1846年到1847年的时候是太平天国起义的一个前奏。实际正式的起义是4年后1851年的金田起义。还有呢，就是1906年到1907年的这个赤马红阳节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清末的新政失败了，那也就是也很乱啊。那么4年之后，就1911年这个辛亥革命就直接清朝也完蛋了，对吧？当然了，这些例子呢，有一些还有很多例子啊，都略微有一些都是前后有一点那个时间的错乱啊，有一点点这个牵强，是吧？但是不得不说呢，我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吻合的例子，而且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例子啊，也就是说60年前上一次啊，这个赤马红阳节发生了什么呢？啊，大家其实心中应该有答案了啊，文化大革命，可怕吧？1966年。这个丙午赤马年的时候，5月16号这个516通知啊发出来，代表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紧接着8月8号这个16条通过，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就整个煽动起了这个全民的一个政治热情。所以8到11月是这个最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全国化的时候啊，到处后来破四旧啊、打砸抢啊，包括像什么这个北京啊、大兴的这种大屠杀呀，还有发生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啊，都开始了啊，彻底乱了。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啊，各地这些群众啊夺权呀、批斗啊，整个中国的党政体系实质上已经停摆了，天下大乱。好，接着看第2年这个洪阳年的时候。丁未洪阳年1967年1月就发生了这个1月风暴啊。那我没去特地的去查那年的立春是什么时候啊，所以这个1月风暴的时候究竟是马年还是羊年，我现在不确定啊。那么好，上海夺权啊，紧接着开启了，因为上海就带头了嘛，全国都开始做这种夺权啊。上半年就是全面的武斗啊，动枪动炮。死了很多人。那么到7、8月份的时候，著名的武汉事件爆发，也就是说军队内部开始分裂了。那再到下半年1967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国就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军管，因为各地把那些政府都推翻了嘛，推翻之后就成立了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这个革委会，也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各地都成立。那么这个革委会由谁来领导呢？啊，最开始是这些反动派啊，
的这些群众啊。那么到这个1967年下半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军队介入了啊，从那儿开始军队接管全国这个秩序啊，中国实质上进入了一个军事化管理的一个军政体系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我们经常说是10年啊，10年到77年结束。那么其实最疯狂的、死人最多的，就在这前2年啊，后面呢都是在那里拉锯呀、熬着呀，然后反复啊等等的啊。当然，文化大革命的事儿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啊，因为做个小广告，我曾经做过这个系列，对吧？北京讲文化大革命28讲，非常系统性的把文革全都给大家讲清楚了啊！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我这个系列啊，一个完整的播放列表啊，我也会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小卡片啊，你们点击也可以直接跳转到我那个系列去。OK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其实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玄学话题啊，但是呢，也不是耸人听闻吓唬大家啊，那么就是多保重，对吧？因为任何的事情它不是绝对的啊，那么不是说一到这个赤马红阳节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这个重大的变故，也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变故都发生在这样的2年里，对吧？但是不可否认啊，北宋的灭亡、元朝的灭亡啊，甚至这个清朝灭亡的前奏啊，包括文化大革命，那么多的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赤马红阳节的时候啊，玄学就是这么有意思，对吧？好啊，今天就聊这么多啊，那么大家这2年多保重，感谢收看、订阅、分享。